南瓜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，被许多人称作养生宝和长寿瓜。秋天一到，菜市场里金灿灿的南瓜总是热卖。话说，南瓜原产于美洲，明朝年间传入中国。早期的南瓜常被当作充饥的杂粮，甚至用来喂猪。但凭借异种易存活的特性，它在民间逐渐普及。几百年后的今天，南瓜摇身一变成了营养丰富的养生佳品，从主食、菜肴到甜品、饮品都少不了它的身影。不少人相信南瓜能养胃、降糖，甚至抗癌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看似温和无害的南瓜，如果吃错了方法，不仅不能养生，甚至可能变成伤身的隐形毒药。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南瓜的6大禁忌和3类不能碰南瓜的人群。这些你不可不知的南瓜真相，很多人却天天踩坑。停止喝南瓜粥来降血糖吧。先听听医师怎么说。有临床研究表明，南瓜并不是什么天然降糖药，错误食用反而会导致血糖飙升、肾脏受累。更危险的是，南瓜和某些食物同吃的组合简直形同服毒，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利。我们会结合科学研究和中医古籍的记载，层层揭秘南瓜背后的真相。不可否认，南瓜的营养价值确实不俗。中医典籍《本草纲目》记载南瓜性温味甘，补中益气，传统上认为它能润肺化痰、驱虫解毒。现代营养学也发现，南瓜富含贝塔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 以及膳食纤维和多种矿物质，如钾、镁、钴等。南瓜热量低，饱腹感强，因此还被称作减肥佳品。更有甚者，南瓜还因富含叶酸和抗氧化物质，被贴上了护眼抗癌、降糖的健康标签。一时间，南瓜仿佛成了包治百病的万能养生瓜。南瓜到底有哪些营养和好处呢？概括而言，有以下几点。护眼明目，南瓜富含贝塔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A 前体，每100克南瓜可提供成人一天所需维生素 A 的1半以上。常吃南瓜有助于维护视力健康，预防夜盲症。增强免疫，南瓜中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具有抗氧化作用，可以提高免疫力，减少体内自由基的损伤。民间也有吃南瓜防感冒的说法。保护心脏，南瓜高钾低钠，有助于调节血压。其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，在一定程度上护心降脂、润肠通便。南瓜所含的可溶性纤维和果胶有利于肠道蠕动，软化粪便，缓解便秘。因此，老年人和肠道蠕动慢的人适量吃点南瓜，有助于改善排便情况，辅助减肥。南瓜热量低，每100克仅约20多千卡，但纤维多，饱足感强。用南瓜替代部分精白主食，可以降低总热量摄入，有助于控制体重，是减肥餐单中的优选食材。正因为南瓜有这么多好处，它才得名长寿瓜，成为养生人士青睐的食材。然而，食物再好也有适合与不适合的人。南瓜虽好，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无限制的享用。近年来，医师们开始紧急提醒，南瓜的功效被夸大了，尤其是一些流传的说法并不可靠。如果吃法不对，南瓜反而可能对某些人带来健康隐患。我们需要拨开迷雾，看看南瓜背后藏着哪些被忽视的真相。许多糖友、糖尿病患者听说南瓜可以降血糖，甚至有人每天早上喝1碗南瓜粥，坚持了好几年，以为能控制血糖。然而现实却给了沉重的一击。有人反映，长期喝南瓜粥后，血糖不降反升，甚至胰岛素用量增加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首先，我们来看南瓜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标。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，每100克熟南瓜含有约10到11克碳水化合物，其中许多是淀粉转化而成的天然糖分。更重要的是，南瓜的升糖指数 GI 值大约在75左右，属于高 GI 食物，和白米饭、白面包相当。换句话说，吃南瓜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容易让血糖快速上升，尤其是将南瓜熬粥打成泥喝时，由于消化吸收更快，血糖升高的速度与吃白米饭几乎不相上下。对于糖尿病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个甜蜜的陷阱。有一项临床研究结果发表在《中华糖尿病杂志》，指出长期高 GI 饮食
会加速糖尿病患者胰岛贝塔细胞功能衰竭，增加并发症风险。可见，如果糖尿病患者误信南瓜降糖，而大量食用高 GI 的南瓜制品，反而可能加速病情恶化。一位内分泌科医生就曾经分享病例，一名中年糖尿病男性每天晚餐用南瓜粥代替主食，坚信这是天然的降糖偏方，但半年后复查时，糖化血红蛋白不降反升，肾功能指标也出现异常，这才醒悟原来是南瓜粥埋下了隐患。那为什么有人说南瓜有降血糖作用呢？其实科学家确实从南瓜中提取出一些南瓜多糖，在动物实验中显示有助降低血糖的效果。然而需要强调，提取物的效果不等于食物本身，一小片南瓜所含的南瓜多糖有限，更何况南瓜还带来不少淀粉糖分，如果不控制食用量，得到的糖分远远超过那点可能的降糖活性物质，结果当然是得不偿失。正如专家所说，别把南瓜当降糖药，更不能把它当免死金牌。南瓜终究是主食类食物，而不是降糖药物。除了血糖，南瓜吃不对还可能连累肾脏。很多中老年人把南瓜当粗粮主食，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南瓜，觉得天然健康。但这种偏爱其实潜藏危机，肾功能不好的人大量吃南瓜，无异于给肾脏上刑。就有这样一个真实案例，我一位患慢性肾病的亲戚李阿姨，非常喜欢喝南瓜羹，认为它养胃不伤身，于是经常连喝几碗。岂料有一次复查时，发现血钾指数爆表，医生说再高一点就可能出现心脏骤停，把他吓出一身冷汗。这场由南瓜引发的风险事件，让李阿姨终于明白了肾脏病人千万不能乱补的道理。原因之一是南瓜富含钾离子，每100克真南瓜含钾约300毫克，属于高钾食物。对于肾脏功能正常的人，适量摄取钾有益心血管健康。然而对于慢性肾病患者，由于肾脏排钾能力下降，钾离子过多会导致高钾血症。高钾血症轻则引起疲倦乏力、四肢无力，重则会干扰心脏电信号，导致心律不整，甚至心跳骤停。肾脏科医师常提醒病人，肾不好千万要慎吃高钾食物，而南瓜正是高钾榜单上的常客。如果还将南瓜和其他高钾食物一起吃，例如菠菜、香蕉、番茄等，更容易击穿肾脏最后的防火墙。此外，过量吃南瓜还可能加重糖尿病肾病的风险。很多糖尿病患者合并高血压、肾脏受损，他们以为南瓜是粗粮，能代替精白米面更健康。但南瓜毕竟含有不少糖分，长期大量摄入南瓜这样的高糖食物，可能造成血糖长期偏高，加重胰岛素抵抗。高血糖和高血压对肾小球的伤害是沉默且持续的。曾有研究刊登在中国老年学杂志，发现高糖饮食与肾功能衰退呈显著正相关。也就是说，吃得越甜，肾脏可能越苦。如果一边大量吃南瓜，甜度高，一边忽视血糖波动，肾脏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损伤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南瓜子也是不少人爱吃的零食，但对肾不好的人来说也要当心。南瓜子含有极高的磷，每100克南瓜子含磷可超过1000毫克。慢性肾病患者若吃太多高磷食物，容易引发高磷血症，导致骨质疏松和血管钙化等问题。因此，即使南瓜子号称补锌抗氧化，也别拿来没节制地当零嘴吃。总之，肾脏的健康维护在于细水长流，别以为天然食物就绝对安全，再好的食物过量了，也可能变成毒药。正如心理学上所说的，天然偏好偏误，我们往往误以为天然的就是无害的，但忽视了剂量和个体差异。南瓜吃太多，吃不对，肾脏在沉默中受雷，到出现问题时，往往已经不容乐观。俗话说，民以食为天，但吃对食物才能真正健健康康。南瓜虽然营养丰富，但有些食物搭配禁忌，必须注意。民间有传言，南瓜和它同吃简直是服毒，到底指的是哪些组合呢？以下是南瓜的6大禁忌搭配。1. 南瓜加高维生素 C 食物。南瓜中含有一种维生素 C 分解酶，会破坏食物中的维生素 C。如果你在吃南瓜时，同时摄入了富含维 C 的蔬果，例如西兰花、菠菜、彩椒、柑橘或红枣等，
那么南瓜中的酶可能让这些宝贵的维生素 C 白白流失。营养专家提醒，南瓜最好不要和高维 C 食材同时大量食用，以免营养大打折扣。比如用南瓜熬菜时，就别再加西红柿一起煮了，否则番茄的维 C 也被破坏了，实在可惜。2. 南瓜加羊肉。在干冷的冬季，很多人喜欢吃羊肉进补，同时用南瓜煮汤、炖菜，觉得这两样都是好东西。但中医古籍《本草纲目》早就告诫，南瓜不可与羊肉同食，令人欺庸。南瓜和羊肉都是性温的食物，一起大量食用容易助热生燥。许多人经验也发现，南瓜配羊肉一锅煮，吃完可能出现腹胀、消化不良，甚至便秘、上火等不适症状。有些体质偏热的人甚至会觉得胸闷烦躁。为了肠胃舒适，南瓜和羊肉这对热性搭档还是分开比较好。3. 南瓜加醋。烹调很多菜肴时，我们习惯放点醋调味提升酸香。然而做南瓜菜时不宜加醋，原因在于醋的酸性会破坏南瓜中的营养成分，特别是南瓜富含的贝塔、胡萝卜素和部分维生素 B 群，在过酸环境下稳定性变差。如果在炒南瓜或调制南瓜馅料时加了很多醋，可能降低南瓜的营养价值。中医也讲究酸入肝，南瓜补脾胃，烹饪时过多的醋与南瓜性味不合，因此南瓜做菜建议少放醋，以免营养流失。4. 南瓜加红薯。地瓜、南瓜和红薯都属于淀粉含量高、膳食纤维多的食物，适量吃对肠道有益，但一起吃容易产生胀气。许多人或许有过体验，南瓜粥配红薯或南瓜红薯饼，吃完肚子就觉得胀鼓鼓，甚至泛酸。这是因为两者都在肠道内易发酵产气，一起大量食用会加重胃肠负担，引发腹胀、打嗝，严重时还可能导致腹痛和消化不良。如果本身肠胃就不太好的人，更要避免南瓜与红薯同吃，否则消化道可要抗议了。5. 南瓜加鱼虾海鲜。民间有说法称，南瓜不能和鱼虾等海鲜同吃，否则会中毒。这听起来危言耸听，但背后其实和食物过敏有关。有些人对特定海鲜，如带鱼、虾蟹过敏，单独吃时可能没明显反应，但如果同时吃了南瓜，可能会加重过敏反应。有报道称，个别体质敏感者在吃了南瓜炖海鱼后出现恶心、呕吐、皮肤红疹等类似食物中毒的症状，需要就医处理。虽然这类情况不普遍，但谨慎起见，吃海鲜时最好不大量搭配南瓜，特别是本身对海鲜易过敏的人，以免诱发不适。6. 南瓜过量当主食。最后一项禁忌不是食物搭配，而是食用南瓜的量。现代人养生有时走极端，有人听说南瓜好，就天天吃、顿顿吃，用南瓜完全替代主食，或者每天喝南瓜汁、南瓜奶昔。这样过犹不及的做法其实很危险。首先，南瓜吃太多可能导致皮肤变黄，南瓜富含胡萝卜素，短期内摄入过量，代谢不及时，皮肤就会呈现橘黄色，俗称胡萝卜素血症。虽然这不算严重疾病，但也反映出你摄取过头了。其次，餐餐南瓜会造成营养单一，蛋白质和其他必需营养摄入不足，可能导致免疫力下降。更不用提前面说到的高糖、高钾等隐患，长期累积对身体的危害。总之，再好的食物也要适可而止。南瓜虽好，切忌过量频繁食用。小提示，民间有一种说法，如果误食了不该同吃的禁忌组合而出现不适，可以喝些牛奶或绿豆汤来解毒。据称，牛奶和绿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附或中和食物中的刺激成分。如果您真的不慎踩雷，喝点清淡的牛奶或绿豆汤，静心休息观察一下，或许有帮助。不过最重要的还是预防胜于治疗，尽量避免上述禁忌才是上策。是不是有些搭配连您也常常疏忽了呢？看似平常的饮食习惯中竟隐藏着这么多地雷，真是令人惊叹。或许您过去也无意中踩过雷，不过现在知道还不晚。我们快来对照自查，看看您或者您家人是否属于以下不宜吃南瓜的类型吧。综上所述，南瓜并非对所有人都友好，
以下3类人群最好一口南瓜都别碰，或仅在医生指导下极少量食用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南瓜可能弊大于利。1、糖尿病及血糖控制差的人，南瓜的高 GI 和不低的碳水含量决定了它并非降糖食物。糖尿病患者如果血糖波动大，应当慎吃南瓜，尤其是南瓜粥、南瓜饼这类容易让血糖飙升的制品，更是要忌口。若真想尝南瓜鲜甜，也应当记录每日碳水化合物总量，少量品尝即可，一次不超过50克熟南瓜为宜，并且搭配蛋白质或低 GI 的粗粮一起吃，减缓血糖上升速度。切记不要空腹大量吃南瓜，否则容易出现餐后高血糖，对糖尿病人的胰岛功能和血管都非常不利。2、肾脏病患者含慢性肾病、透析者、肾不好的人对饮食中钾、磷的含量都有严格限制。南瓜富含钾离子，肾脏病患者吃多了容易引起危险的高钾血症。另外，南瓜籽含磷极高，也不适合肾友食用。对于这类人，医生会建议避开南瓜，或者非常少量食用。如果一定要吃，最好将南瓜先切小块焯水煮一下，减少钾含量，再在营养师指导下严格计算摄入量。总之，肾脏有问题的人把南瓜当补品，反而可能伤肾。还有一类高尿酸血症或痛风患者也需要注意，南瓜含有一定的果糖，果糖代谢会产生尿酸，高尿酸的人不宜大量摄入含果糖高的南瓜，以免诱发痛风发作。3、肠胃虚弱、容易腹胀的人难，瓜中的膳食纤维和果糖含量都不少。对于肠胃功能弱、消化不良、经常腹胀的人来说，大量吃南瓜可能加重不适，特别是空腹喝南瓜粥，南瓜汁更容易在胃里发酵产气，引起胀气和嗳气。有些人平时吃红薯、豆类就容易肚子胀，那南瓜也要节制，同属于容易产气的食物。这类人如果吃南瓜，建议饭后少量食用，同时避免南瓜与其他产气食物，如豆类、甘薯同餐。肠胃不佳者，切勿以为南瓜软糯好消化就敞开吃，事实上适得其反，可能换来一整晚的胃胀不适。此外，需要提醒的是，虽然少见，但确实有人对南瓜过敏。如果您属于过敏体质，第一次吃南瓜时要留意身体反应，若出现皮肤瘙痒、红疹或呼吸不顺等症状，可能是过敏迹象，应立即停吃并寻求医疗协助。看到这里，您可能会想，难道南瓜这么可怕，以后是不是干脆不吃了？其实并不需要因噎废食，南瓜的营养价值依然值得肯定。只要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，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受益，同时避免风险。以下是关于南瓜健康食用的几条小建议。控制食用量，一般健康成人每天吃熟南瓜不宜超过100到150克。如果是糖尿病、肾病等患者，每次最好控制在50克以内，且不必天天吃，适量摄取才能既享受美味又不过量。搭配均衡，南瓜可以作为主食或配菜，但要搭配其他优质食物一起吃，比如配一些高蛋白质的食品，鸡蛋、瘦肉、豆腐或低 GI 的全谷杂粮、燕麦、全麦面等，这样既均衡营养，又能减缓碳水吸收速度。切忌南瓜配大量糖油一起吃，像南瓜饼、南瓜糖水、南瓜奶昔这类高糖高油的料理尽量少碰，避免空腹空着肚子吃大量南瓜，特别是喝南瓜粥、南瓜汁，容易引起血糖骤升或胃胀不适。建议将南瓜安排在正餐中，与其他食物同时食用，或饭后少量当点心，不要空腹大量吃南瓜。烹调方式，为了保留营养又兼顾健康，吃南瓜推荐清蒸或水煮的方式，尽量少油少糖烹调，避免裹粉、油炸或加入过多炼乳、糖浆调味，这样可以享受南瓜天然的甘甜，又不会摄入过多额外热量。观察自身反应，每个人体质不同，吃南瓜后如果出现任何不适，如血糖明显波动、胃肠不舒服等，要及时调整食用量或咨询医生、营养师的意见。养生讲究因人而异，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才是最好的。值得强调的是，关于南瓜的各种养生传言还有许多，其实需要科学对待，例如南瓜抗癌、南瓜祛湿、南瓜解毒等说法。
目前都缺乏严格的临床证据支持。南瓜抗癌的说法主要源自其中所含的贝塔胡萝卜素具有抗氧化作用，但抗氧化不等于抗癌，吃南瓜并不能直接预防或治疗癌症。至于说南瓜能驱除体内湿气、排毒，更是没有根据的误区。人体排毒主要靠肝肾等脏器的正常运作，指望吃一种食物就解毒是不现实的。我们千万不要神化某种食物，均衡饮食、适量运动才是真正的健康之道。正如古语云，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当须有度。南瓜再好也要因人而异，适可而止。总而言之，南瓜可以吃，但别迷信南瓜治百病。我们在享用南瓜美味的同时，务必要避开那些危险的吃法，该忌口的一定要忌，该适量的一定要适量。只有吃得对，南瓜才能真正发挥它的养生功效，成为我们餐桌上的宝，而不是埋伏在身边的健康隐患。最后提醒，不要再指望喝南瓜粥来降血糖了，也别再让南瓜和那些相克的食物一起出现在餐桌上。把今天的知识记在心里，分享给您关心的家人朋友。愿我们都能避开南瓜的那些坑，聪明养生，享受健康生活。